我爸从小就教导我才不外露，因此我一直习惯用平价的东西。然而开学第一天，我就因为脚上穿的没有牌子的鞋被舍友无情嘲讽。主席，你脚上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舍友刘瑶毫不掩饰眼里的嫌弃，这种没有牌子的鞋我可不敢穿，穿了怕烂脚，这不是个善茬，但我懒得计较。我继续整理床铺，连眼都没抬，穿着舒服就行了呗。我在家里还穿老北京布鞋呢。他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，笑得直不起腰。下一秒，他指着他桌上的包问道：“土包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包吗？”我瞥了眼 Prada，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扯了扯嘴角：“算了吧，你也就是知道牌子而已，况且 Prada 不过是基础牌子，估计你也就只有认识的份，要不要赏你摸一下？”我认真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不摸，这是 A 货，摸了会烂手。”他神色突变，气急败坏道：“瞧你那穷酸样，一看就没见过正品，得不到就诬陷。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用 A 货？别说 Prada， 我对所有奢侈品都了如指掌，一眼就能辨真伪。从我出生起，我就用品牌包包装玩具，把高奢礼服当抹布，用神仙水洗手，这都得归功于我妈，一个对万元以下单品过敏的浪漫女人。后来我上了小学，才明白这种行为有多铺张浪费，从此痛改前非。面对刘瑶的嘲讽，我只是掀了掀眼皮，然后就不再搭理她了。而他则狠狠踢了一脚我放在地上的包，怒气冲冲地走出去。真是个穷逼，什么垃圾都往宿舍里带，挡住我的路了。军训第一天，训练还算轻松。休息时间，大家席地而坐，三三两两抱团聊天。我不是主动的性格，又没人找我聊天，我就独自坐着休息。我爸是城西集团的人事部副经理，家里比较富裕，所以从小没吃过什么苦，不太适应这种训练。还希望大家军训期间多多照顾我。刘瑶那甜腻的声音钻入耳朵，身边还有其他人的附和，好羡慕，那是大企业吧？对呀，城西集团我早就听说过，你爸居然在里面工作，还是副经理。你有什么不舒服，尽管和我们说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城西集团，那不是我家公司吗？他爸在里面当副经理，他还穿 A 货。思及此，我疑惑地扭头看了他一眼。刘瑶正好对上我的视线，越发得意了。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有些人就没那么好运了，投胎真是门技术活。不得不说，有些人生来就是做别人肚子里的蛔虫的。看到刘瑶意有所指的话，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我，少和他一般见识，自降身价。祝希这种人毕业了之后就只有给你当保姆的份儿。听说他家还是 A 是本地的，真不知道怎么这么没见识，从小到大就没人敢这么对我说话的。我本想反驳两句，突然想到我爸的谆谆教诲，随后只好乖顺地保持沉默。他们见我安静下来了，互相使了个眼色，又嗤笑出来。我依旧努力保持平静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下面每排我都随机挑选一个同学，负责监督一整排的军姿是否标准。教官不经意地伸出手，随机点个人。挺不巧的，第一排就挑中了刘瑶。看着刘瑶不怀好意的微笑，我心里暗叫不好。果然，站了没几分钟，趁教官走到了队伍后面，刘瑶便伸出脚踢了一下我的膝盖。我吃痛的单膝跪在地上，刘瑶得意地对教官说：“报告教官，这个女生偷懒，想趁你看不见蹲下休息。哇，大姐，我们也没那么大仇恨吧？”接下来，教官走到了前面，罚我去绕着操场跑5圈。5圈？我天生运动细胞不发达，就算家里强拉着我参加很多项运动，我依旧弱如柴鸡。就在踏上第4圈的起跑线时，我毫无征兆的眼前一黑，我晕倒了。在睁开眼睛时，鼻腔里涌入消毒水的味道，一片纯白映入眼帘。祝希，你是不是得罪教官了？好端端的，罚你干嘛？一个熟悉的声音絮絮叨叨地说着话。惩处我那同父同母的双胞胎哥哥，但是他天赋异禀，中学时跳级了，现在念大2。至于他为什么姓程，那当然是随我妈姓。我妈是个倔强的女人，让我随我爸姓已经是她做出的最大让步了。我咳嗽2声，哎，命苦，莫名其妙被班里一个女生针对了。你没干嘛吧？看着我不忿的目光，她添了句：就算干嘛了也没关系，哥帮你给她点教训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忘了爷爷之前怎么说的了？他让我们把心态摆正，不要因为他是校长就想东想西。在校期间，我们要把心思放在正事上，不要暴露身份。翻译一下，就是无紧马甲。但是惩处的身世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恨铁不成钢地翻了个身，背对着他。算了，那你在医务室多休息会儿吧，我已经帮你跟你们导员请好1天的假了，我先走了哈。脚步声渐远，然后是关门的声音。等等，和我导员请假。
那我马甲岂不是暴露了？想到这里，我拨通了导员的电话。导员，你好，我是祝希。电话那头，导员的语气比第一天见面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祝希同学，别担心哈，程楚同学已经帮你请了1天的假，你安心在医务室休息。对了，老师方便问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吗？原来这货没抱我马甲。我提着的心也放下来。导员，我和程楚是朋友，不过不太熟。那头又和我寒暄了几句，最后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。这势利的世界呀！既然请了假，不睡白不睡。我睡了一下午才回宿舍，此时军训也已结束。见我回来，刘瑶脸色很臭地看着我，哟，这不是祝希吗？真是娇弱的不行，今天跑了几步，看到程楚走过来就立马撞晕，最后如你所愿被抱去医务室了，心里是不是乐开花了？他上下扫了我一眼，眼神极具侮辱性，也就是人家程楚善良，不然怎么会正中你这种心机女的下怀？你也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配不配啊？这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再者，我的长相完美的继承了我妈，唇红齿白，五官精致。虽然程楚在家偶尔会嫌弃我丑，但是轮得到你一个外人说3道4？我无语的白了他一眼，然后提着水壶走出去了。走到半路，身侧突然传来声音，是另一个性格比较沉默的舍友叶佳。他十分自然地对我笑了笑，他说的话别往心里去，刘瑶就是有点公主病，我们都习惯了。没记错的话，叶佳和刘瑶关系还挺好的吧？怎么来和我说他坏话了？这是闹哪出？我不自然地扯了扯嘴角，然后拉远了距离。他见我不作声，又问道：“你和程楚是什么关系啊？”他可是系草，爷爷是校长，爸爸是城西集团董事长，刘瑶喜欢他。你还是离他远点吧，你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听听这说的是什么话，让我离我亲哥远点。然而我默默点头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以前是高中同学，我没说谎，从小到大我们都在同一个学校，同一个班。叶佳听完这话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而我此时还不知道，今天发生的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改变。军训第2天，那些昨天还对我冷眼相向的同学，态度180度大转弯。有个女生甚至跑过来问我和程楚是什么关系。我很眼熟她，昨天她嘲讽我可狠了。看到有人巴结我，刘瑶自然是坐不住了，还能是什么关系？当然是高中同学，普通朋友啊。程楚出身名门，比较有教养而已，不然这个心机女能得逞？程楚家到底多有钱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他去给人家上门做保姆都不配。叶佳在他身旁笑了起来，一改昨夜的讨好态度。是啊，我看还是刘瑶和程楚比较配，毕竟高富帅和白富美才是一个世界的。祝希你还是别痴心妄想了吧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一想到昨晚程楚告诉我有个叫刘瑶的神经病缠着他要微信的事情，我就想笑。我也确实笑出来了。方便问一下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吗？刘瑶脸不红心不跳地说：当然啊，我们已经快在一起了，今晚他还约我吃晚饭来着，不过我拒绝了，毕竟我比较慢热，周围又是一阵艳羡。刘瑶转而对我说：所以你还是识相点，别上赶着拆散真正合适的人，一个女生这么没脸没皮的也挺掉价的。况且想进程楚家的门，你还是撒泡尿照照镜子吧，可是我在程楚家都住了18年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惋惜地垂下了头。没想到程楚家的门这么好进，都把我这种人放进去了。是吗？那我就等着你们在一起的好消息了。我扯了扯嘴角，皮笑肉不笑。刘瑶扬起了一个势在必得的笑容。这是赫莲娜防晒。身边有个女生睁大了眼睛问我。不等我开口，刘瑶立马细声嘲讽起来：8成是假货吧，毕竟平常她在宿舍里最喜欢买一些便宜垃圾，我真是深受困扰。谁知道她是不是买了个壳子，在里面装了些杂牌防晒。不过作为舍友，我还是想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不要为了装逼就糟蹋自己的脸啊。说完他还翻了白眼。再说了，赫莲娜也没多贵，你们大惊小怪些什么？周围的女生立马陪笑。他每说一句话，我就坚定了绝对不能让他进我家门的决心。烈日当空，我奋力地喘息着，感觉体力渐渐消失。而刘瑶则坐在一旁的阴凉地休息，这是导员特地关照的。就在我觉得体力透支，难以站立时，程楚出现了。他一出现，刘瑶就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只见他在教官耳边说了句什么话：瑶姐，程楚果然对你念念不忘，连军训都要来找你。和刘瑶一起休息的女生讨好地说道。我站在队伍边上，离他们很近，因此他们说的话一句不差，全落到了我耳中。刘瑶羞涩地注视着程楚，眼里满是期待。下一秒，程楚朝我走了过来。祝希，教官让你出来休息会儿。我点点头，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，跟在程楚身后走了。我扭头，刚好对上刘瑶阴毒的目光，然后我咧开嘴笑了。
我们俩坐在离队伍很远的阴凉处。程楚一脸生无可恋地说：“小希，哥找你其实有事儿。”我点点头，示意他说下去。刘瑶是你们班的吧？我又点点头。你能不能劝劝他，让他别来烦我了呀？他之前要我微信，我没给，不知道怎地认识了我一个朋友，又让别人转告，约我晚上和他吃饭。我真的受够了，你帮哥去劝劝吧。刘瑶把真相改变得面目全非，也真好意思说出来。我没忍住笑了出来，随后无奈地耸了耸肩。我和他关系不好，劝不了，何况他对你还挺一往情深的。他听了这话，表情十分痛苦。我安慰性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毕竟这么难缠的女生也挺少见的，让他给碰上了。此时我全然不知，回去后还有更大的危机等着我。晚上回宿舍，我刚走到门口，一个玻璃杯倏地在我脚边摔碎，溅起的玻璃碎片划伤了我小腿的皮肤，顿时丝丝鲜血流了出来。原本光滑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鲜红的划痕。我正要发作，抬头就对上刘瑶阴狠的双眸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怎么把你砸伤了呀？我还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呢。宿舍里的其他2个人没有意识到事态会发展成这样，此时都僵在了原地。我视线一转，看到了我的被子此刻已经湿透了，床边还滴着水。此刻心底一片冰凉，我拿出了手机。导员，你好，我同寝室的刘瑶同学对我实施校园霸凌，请您妥善解决。我极有礼貌地对导员说。我知道导员很势利，碍于刘瑶家里的财力，一直对他十分关照。但是自从我哥亲自出面帮我请假之后，他对我的态度缓和多了。我想着，最起码他也会给这件事一个公正的处理，例如给刘瑶一些警告。然而那边像是刻意忽略了校园霸凌这几个字一样，含糊糊地对我说：“祝希同学呀，你的心情老师可以理解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和老师说，老师一定尽力帮你解决。但是刘瑶同学也比较需要关照，况且他性格也比较软。老师相信你们坐下来好好说一说，事情总会解决的。”这种态度分明就是在搪塞我。刘瑶像是早就预计到这个结果似的，满眼挑衅地看着我。我不得已做出让步。那周围宿舍还有空位吗？导员听到我的妥协，立马高兴地给我安排新床铺去了。这笔账我祝希记下了。有胆子在我眼皮底下包庇霸凌者，最好也有胆量接受后果。别说刘瑶，这个导员以后也得整治。挂断电话后，刘瑶走过来踢了踢我脚下的玻璃碴子，看到了吗？和我作对，最后滚出宿舍的人只会是你。再让我看到你勾引程楚，就准备好滚出学校吧。凑近了他的耳朵说了句：“好啊，那就看看最后谁会滚出学校吧。”我灿然一笑，然后扭头去了其他寝室。这里的空气让我感到恶心。我搬走后，生活畅快多了，再也不用听刘瑶每天在我耳边阴阳怪气。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他到底在装什么。而且听说他还对我哥开展了猛烈的追求。开玩笑，就算我哥眼瞎了看上他，他也绝不可能过我这关。我暗暗打算着，军训完赶紧换宿舍。然而我有天回原来的宿舍拿日用品的时候，还是不可避免地和刘瑶对上了。他依旧是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头都快仰到天上去了，趁早把你那些垃圾全带走，闻了都倒胃口。穿的全是些破烂，护肤品还挺贵，谁知道是不是偷的。训练了一天，我才没心思和他拌嘴。我只是白了他一眼，然后拿着我的护肤品走了。然而一回到宿舍，我就发现了不对，我的精华明显多了很多。我一直都有关注护肤品余量的习惯，会提前准备好新的续上，因此对这些细小的变化格外敏感。再想到刚刚我走的时候，刘瑶那期待的目光，一个想法悄然诞生。此时手机屏幕骤然亮起，上面显现着一条新信息：丁鑫，你的那瓶精华里面被刘瑶兑了劣质化妆水，用了会过敏，别往脸上抹。看来这些整天跟着刘瑶胡作非为的小团体里面，终于有个良心发现的了。我怒气冲冲地走进了隔壁宿舍。此时刘瑶正在护肤，见我来了，不屑地翻了个白眼。还没等他那张狗嘴里吐出什么话时，我一把就拽住了他的头发。他身高1.5米出头，此时被我拽住头发，毫无还手之力，十分狼狈。另外2个舍友见我来势汹汹，没一个人上来帮他。贱人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把你的脏手拿开呀！去死啊！刘瑶被我拖行着，挣脱不开，只能细声尖叫着。真把我当软柿子捏啊！今天这事儿别妄想糊弄过去。我冷声看着他说。我把他一路拽到了最近的导员办公室，路上引来了不少关注。办公室内，刘瑶依旧振振有词：“导员，你可别冤枉好人啊！他的护肤品里面有劣质成分，不是很正常吗？”
反正他家里穷，这件事大家不都知道吗？我只是不喜欢炫富，怎么就家里穷了？我刚想说话，导员就一脸斥责地看着我，朱熹，不要这么小题大做。上次你和刘瑶闹矛盾的时候，老师就已经告诉过你要学会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，你是不是态度不好才导致矛盾激化了？ WTF， 导员，我希望您最起码能公平一点。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，问题究竟出现在谁的身上？作为大学导员，我不希望您在这里给我灌输受害者有罪论，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。导员脸色突变，不满地看着我，似乎正在思考对策。刘瑶白了我一眼，朱熹，你说是我干的就是我干的，有人亲眼看见吗？你随便拿一瓶精华就说我往里面放东西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己放的？想倒打我一耙，我刚想告诉他们我有人证，但是转念想到他们这个态度，现在就算人证物证俱全，也不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了，到时候可能反而会让丁鑫处境艰难。想到这里，我干脆破罐破摔地看着刘瑶，你之所以会这么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程楚吗？你也不想想程楚会不会看上你，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刘瑶一下被说中了痛点，你以为你有资格和我抢吗？我犯得着和你抢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到现在连人家微信都没要到，还每天死皮赖脸的在背后造谣。我今天就清楚地告诉你，程楚不可能看得上你。刘瑶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刘瑶脸色越来越白，此刻刁蛮性子尽显，迫不及待地冲上来想拉扯我。导员却像瞎了一样坐在原处。下一秒，我狠狠踢了刘瑶的膝盖，他措手不及，直接狼狈地趴在了地上。我趁机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刘瑶被扇得偏过头去，似乎连反应都变得迟钝了，呆滞了好几秒。导员神色突变，再也维持不住表情，冲上来扶起刘瑶，还扭头恶狠狠地对我说，朱熹，你干什么？你们俩现在最好认真想想怎么解决这件事。我娴熟地拨通了电话，院长，请问现在有空吗？可以请您来处理一桩校园霸凌事件吗？听到这话，二人身形皆是一僵。我早就听爷爷说过，我们学院的院长德高望重，处事公正。此时爷爷忙于活动，还在校外，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。虽然我和院长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相信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。没多久，院长就急匆匆地赶到了，他两鬓斑白，看起来竟比我爷爷还要苍老。听完我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随后对我说道，祝熹同学，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妥善的答复。我又提醒他一句，院长，您德高望重，我尊敬您，但是希望您知道，这件事如果放到网络上，舆论的力量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他私自在我的护肤品里放东西，这件事可大可小。今天放置酩成分，明天说不准就能在我喝的水里投毒。听到我要发到网上去，刘瑶的眼睛里充满了威胁意味。然而我视若无睹，只是认真地注视着院长。院长点点头，那就给记过处分吧，后续再犯直接劝退。刘瑶吓得脸都白了。要知道，记过是会留在档案上的，说不准要一生都跟随着他。刚刚跋扈的模样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刘瑶皱了皱眉，就挤出2滴眼泪出来。导员见他要发挥了，随口找个理由把我支出了办公室。一直到我走到距离办公室近10米的距离，都能听到刘瑶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就挺丢面的。此时军训已经进行了过半的时间，我本想趁此机会过上一段无关家世、无关财富的大学生活，没想到碰上这么个奇葩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就安心地等着他的记过处分。然而，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下午的军训，只见刘瑶在跑道上夺命狂奔。哟，咱们大小姐这是怎么了？我悄悄靠近了丁鑫，他起初有些意外，然后也随和地站出了微笑。教官让他罚跑20圈。此时罚跑结束的刘瑶也正向我们走来，他还没走到我们身前，一股汗臭味扑面而来，我们皆是下意识地往后退。刘瑶似乎感受到了侮辱，笑容凝固在脸上。不是我说，这人脑子有问题吧？被罚跑了还笑得出来？理由我猜得七七八八了，无非就是处分改成罚跑。院长是出了名的心软，大概是他的那出表演把院长给打动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用不了多久，真正的惩罚就要来了。而且我对罚跑20圈这个结果也挺满意的。军训第一天，我被刘瑶陷害罚跑5圈的时候，就想让他也试试了。我懒得听他耀武扬威，正好教官让我们集合，我扭头就走。一下午的训练，站军姿和踢正步的机械动作重复了无数遍。教官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疲惫，于是让我们围坐下来。他咧着嘴，露出了大白牙，笑得一脸憨厚。同学们，我知道这几天我的训练很严格，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坚持下去。
下面我们开始简单的娱乐，我点到谁，谁就得上来表演才艺。人群里一阵喝彩。教官随手一指，被挑中的男生出列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然后给我们唱了一首军歌。大家也都很配合地充当着氛围组，大家说说笑笑，气氛前所未有的融洽。就连我也毫无顾虑地和丁鑫交谈起来。点了几个男生后，教官开始把目标转向女生。刘瑶显然很想出风头，此时正用炽热的目光看着教官。然而今天他刚被罚跑10圈，教官对他印象深刻，眼神躲闪着，不愿看他，就挺尴尬的。那只手兜兜转转，最后指向了我。身后传来刘瑶的嗤笑，他能会什么才艺啊？拼尽全力考上这所大学就是祖坟冒青烟了吧？我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，然后从容地走到前面。笑话，我高中就拿过校园10佳歌手，表演才艺不是小菜一碟。I never knew when the clock stopped and I'm looking at you. I never thought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英文歌，虽然曲调有一股淡淡的悲伤。此刻我轻轻吟唱着，周遭都静了下来，他们安静地听着，我也入神地唱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曲毕，掌声雷动。下面有人起哄地说道：“祝同学深藏不露啊，你这口音好纯正，学过很久吧？”我自谦地摆了摆手。这还得多谢我妈，她闲散惯了，不甘心年纪轻轻在家带小孩，所以干脆一口气给我和我哥报了很多兴趣班。等到我和我哥被司机送去学口语，我妈也高高兴兴地出门逛街去了。因此我从小英语口语就很好，没办法，都是练出来的。刘瑶听了这话，不乐意地撇了撇嘴，我看也就一般啊，我从小就跟着外教学英语，他这发音显然就不地道。那个被起哄的人见自己被反驳了，语气不善地对着刘瑶说：“那你上去唱一首啊。”这句话可算说到刘瑶的心坎上了。刘瑶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。刚刚那首太简单了，我来首高难度的。刘瑶此刻站在前方，一脸的兴奋。下面稀稀落落的有人鼓掌，看来他已经失去民心了，显然没多少人愿意捧他的臭脚。他也不觉得尴尬，开口唱了起来。There is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, reaching a fever pitch, and it'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。他开头音调起高了，很快就破音了，而且发音也很中国式英语。想不通，好歹是我家公司经理的女儿，英语怎么这么蹩脚？总而言之，一首好好的 Rolling in the Deep 被他唱得稀烂，说出去连我都觉得丢脸。但他不气馁地坚持把这首歌唱完了。曲毕，队伍一片寂静，鸦雀无声。教官似乎觉得气氛很诡异，带头鼓了鼓掌。然而掌声稀稀拉拉的陆续响起，好尴尬。刘瑶总算有点自知之明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然后一言不发地回到队伍里了。这诡异的气氛没持续多久，就被教官幽默的段子给终结了。不得不说，虽然第一天就罚我跑了5圈，但我一点也不记恨教官，毕竟冤有头债有主，错的人是刘瑶。何况教官为人确实正派，我周围的朋友渐渐多了起来。刘瑶自然是坐如针毡，随口找了个理由出去了。不过很快他就从另一件事上找到了优越感。第二天一到操场集结，我就看见了刘瑶眉飞色舞的神色。我爸快升职了，应该没多久就能当上城西集团人事部总经理了。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同学，或许我可以让我爸给安排一个职位。听到这件事，有些人又难以自抑制地巴结起了刘瑶。瑶姐真是人美心善。我表姐一直都想进这个企业，可惜门槛太高了，没想到在你这里就是一句话的事，真是太羡慕了。刘瑶十分得意地点点头。你放心，回头我一定让我爸给你姐安排一个职务。这什么情况？在我家公司里整关系户这出，这不是明摆着败坏我们家企业形象？刘瑶，你爸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个小小的人事部经理，你用你爸的职位在学校里逞威风，也不怕玩脱了？我冷眼看着他，他笑得肩膀直颤。主席，你不会是嫉妒吧？我们关系不好，你看自己不可能得到我的帮助，就来这里装正义？就你那点花花肠子，谁看不出来呀？没钱没权，还有死皮赖脸追惩处的穷逼，嚯！好巧，他说的这2样我都有。我淡漠地说道：“好啊，那就看看你爸是升职来得快，还是被辞退来得快。你也配？和你这种穷逼做同学，说出去我都嫌丢人。你倒是说说，看你哪来的底气让我爸被辞退？”我爸是城西集团董事长，这次不仅是他，连他身旁的小跟班们也笑得很放肆。看来我的穷逼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呀！我无奈扶额。董事长的女儿，你去城西集团门口拉个横幅，看看人家肯不肯认你呗。人群一片哄笑，刘瑶那双眼睛里满是嘲讽。对了，我看你也被追惩处了。
你和张宇挺配的，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你俩凑一对得了。他继续肆无忌惮地嘲讽着。张宇，他自从昨晚我唱完歌之后就成了我的死忠粉，偏他还是个有名的贫困生，倒也不是看不起贫困生，就是感觉被刘瑶抓住了把柄，就很难受。你看不起的张宇都觉得你唱歌难听呢，简直是对耳朵的折磨。刘瑶只要脑子没事儿就会知道，昨晚他的表演算得上是重大事故。果然，他脸色大变，唱歌好听点算得上什么？毕业了来给我提鞋都不配，我家保姆的门槛你都够不上，真是上不得台面，总得找个机会治治他的嘴贱。当晚我就拨通了爸爸的电话，喂，爸，能不能把咱公司那个什么人事部副经理给辞了？就是听说快要升总经理那位。爸爸疑惑地问，咋啦？你们八竿子打不着，他还能惹你生气？我再也无法抑制怒气，把这段时间刘瑶的所作所为一件件的倾吐出来，害我发跑，辱骂我，砸伤我，在我的床上倒水，贿赂导员。听完这些，电话那头沉寂了好久，随后是破口大骂，这老东西平常在公司随意调配人员，我看他是公司老人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没想到他闺女在学校这么威风。你等着，爸现在就通知他辞退的消息。我把手机锁了屏，然后安心地躺在床上。其实刚开学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想到有一天要动用权势。夜里，我隐隐听见隔壁有东西坠地的声音，紧接着是尖叫。看来那个宿舍的其他人今晚的觉不好睡了。我翻了个身，然后沉沉睡去。再睁开眼，天光大亮。刚出宿舍，刘瑶那张水肿且挂了黑眼圈的脸就出现在视野里。哪能睡得好呢？毕竟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都没了。早上好啊，我礼貌地笑了笑。他极力维持着表情，但是看起来更别扭了。刚出宿舍的门，昨天那个请求帮忙的女生就迫不及待地围了上来。姚姐，我昨天说的那个事儿，就是帮我表姐安排职位的事情，成了吗？刘瑶正在气头上，听了这话更是火冒三丈，直接伸手把那个女生推开，离我远点。我爸是总经理，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，还能管你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？自己想办法去吧。任那个女生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刘瑶的态度天差地别的原因，她感到莫名其妙，随后无语地撇了撇嘴，装什么逼？不帮就不帮呗，装逼遭天谴啊！我满意的来到了操场。刘瑶之前就喜欢偷懒，今天状态更差了，连最基本的踢正步都同手同脚，结果当然是被教官拎出来单独训练。看着她出丑，我和丁鑫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刘瑶看起来挺崩溃的，趁着教官领着一支队伍单独训练去了。我凑近了刘瑶，我就说你爸会被辞退吧。刘瑶双眼睁大，里面写满了不可置信，是你干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昨天不是说了吗？我是城西集团董事长的女儿啊！你放屁！你这话说出来有人信吗？昨天还死皮赖脸地追城西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今天就变成董事长的女儿了。我看八成是你和程楚说了什么挑拨离间的话，你这贱人！众目睽睽之下，他顾不得什么面子，就要上来撕扯我。幸好教官反应快，立刻就上来拦住了他。你贱不贱啊？你以为你这种穷逼耍这些手段就能赢得了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就别妄想比得过我。你这种人，血管里流的血都低贱，我永远看不起你这种穷逼。他依旧像疯了一样絮絮叨叨地说着。我漫不经心地理了理鬓边的碎发。好啊，那就看看到底谁是穷逼。其实原本不想让你看见我们之间的差距的，就是怕伤了同学的情分。我要来了教官的手机，拨通了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。哥，有个女的不相信我是城西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还说我是个穷逼。我开了免提，所以程楚的声音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谁啊？哥帮你撑腰。刘瑶是我哥的狂热追求者，对他的声音再熟悉不过了。听到这句话，他脸色都白了。周围那些昔日嘲笑过我的人也开始窃窃私语，面带为难。我面带讥讽地看着他，你对我哥死缠烂打这么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觉得我会让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做我的嫂子？我家保姆都不背 A 货，我劝你省省，别为了装逼就打肿脸充胖子。然而刘瑶依旧不可置信地疯狂给自己找补，你们怎么可能是兄妹？你们联合起来骗我！我说程楚怎么可能对我不理不睬？原来早就被你这个心机女勾引到手了。你挺有手段啊，这个普信女，但凡眼光没问题的都看不上她。要是我哥真不幸看上她了，我立刻叫我妈把她逐出家门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你非要追究到底吗？她露出了得逞的笑容，像找到了把柄一样揪住了我的这句话。为什么不能追究？是你撒谎自己圆不回来了？哈哈，我早就猜到了，能勾搭上程楚也算你有本事。下一秒，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。
导员带着校长来了。我一脸亲昵地转过头去，爷爷。此刻刘瑶的表情像吞了苍蝇一样，爷爷板着张脸，神态有些生气。我是让你在学校别仗势欺人，怎么受欺负了也不说。我又把视线转向了刘瑶，本来我的想法是息事宁人，实在不行换个寝室就行了。没想到某些人一直挑事儿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只好狠下心破坏同学情谊，不然是没法解决这件事了。刘瑶用求助的目光看着导员，此时气势全无。我没有，我刚开始也只是不知道她是校长的孙女，所以才产生了一些小摩擦。她此时的语气怯生生的，倒像个受害者。我冷眼看着她，你把水泼在我的被子上，让我换个宿舍睡，这叫小摩擦？你在我的护肤品里加致敏成分，这叫小摩擦？你把玻璃杯砸碎在我脚边，让我伤成这样，这叫小摩擦？我撩起裤腿，只见白皙的皮肤上有一道长达几厘米的伤痕，此时伤口已经结痂，但还是看得我怪委屈的。然而有人比我更心疼。爷爷捏了捏我的手，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：小希，这件事有没有处理结果？你和导员说了吗？我为难地看了眼导员，他的脸色几乎已经全白，此刻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。然后我柔柔弱弱地说倒是说了，可是没人给我做主。毕竟刘瑶家里有钱，还经常给导员送礼，导员不帮我也是正常的。我此时很想挤出几滴眼泪来，可惜演技不允许。导员连连摆手否认，不是的，这件事我确实是仔细思考之后进行了妥善处理，最后还罚刘瑶同学围着操场跑了20圈。刘瑶连连点头。我爷爷依旧没好气地说道：这样的处理真的公正吗？如果今天站在这受到伤害的不是我孙女，那她还能等到一个妥善的处置吗？你就是这样纵容这种不正之风的吗？我笑嘻嘻地添了句，他不仅纵容，还宣扬呢。然而导员此时低垂着头，谦虚地聆听着教训。刘瑶就更怂了，甚至看都不敢看我一眼。爷爷沉默片刻，然后说道：小张，你在学校里公然搞这种动作，已经不能再留下去了，明天自己走人吧。导员听到了这个决定，瞬间面如死灰。祝希同学，老师还帮过你的，你怎么能忘啊？你就不帮老师求求情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帮我完全是看在我哥惩处的面子上的，更何况说两句假惺惺的话就叫帮我了。毕竟你们俩可真一心认为我和我哥有什么呢？是吧，刘瑶，你造的谣可真不少啊。我把矛头又指向了刘瑶。刘瑶看我提到他，紧张地抠着手指，祝希，我真不知道惩处是你哥，我向你道歉，骄傲如他。此刻眼睛里的不甘也消失得一干二净。爷爷抬眼看了看他，校园霸凌是恶性事件，一旦传出去，将会给我们学校的名誉造成极大影响。何况这还涉及到贿赂导员，是退学还是记过，你自己选。记过的话，以后就要端正好你的言行。刘瑶死皮赖脸地把求助的目光转向我，仿佛把我们的恩怨忘得一干二净。然而我慢悠悠地瞥过了视线，装瞎。祝希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何况我做的事情也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，不是吗？在你心里怎么样算严重？如果我今天没有下定决心把爷爷请过来，你是不是还要变本加厉？下一步你还打算对我做什么？我探究地盯着他的眼睛。丁欣此刻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我是刘瑶的舍友，我对之前漠视霸凌的行为感到抱歉。但是刘瑶在祝希的精华液里加劣质化妆水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意识到错误了。我不仅收集到了证据，还知道刘瑶打算在网上造谣祝希私生活混乱，并且找了我和叶家一起开小号骂他。紧接着丁欣拿出手机，那段录音里刘瑶的声音清晰可辨：贱人，婊子，你就是用这张脸勾引了惩处，跟我斗，真是痴人说梦。死穷逼，永远烂在社会最底层吧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刘瑶此刻连否认的勇气都没了。爷爷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就扭头走了。我俯下身，轻轻附在他耳边：刘瑶，现在后悔来招惹我吗？不过你爸还真可怜，生出你这种女儿，现在你们全家都得去喝西北风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哥有话让我转告给你。刘瑶呆滞的双眸里仿佛又燃起了一丝希冀。我继续说，他说你最好这辈子都别出现在他面前，他怕自己忍不住打女人。说完这句，我站起身，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对着军训队伍说：便宜你们了，免费看了场好戏。那些昔日讥讽过我的人此刻站在人群中，心虚的不敢抬头。是吧，叶家？我走到叶家身边，他已经哆嗦得不成样子。怪不得爷爷不让我抱马甲，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服服帖帖的。我向教官挥了挥手：教官，事情都解决完了，咱们继续军训吧。教官呆滞片刻，然后机械地点了点头。因为昔日的所作所为，刘瑶在网络上被喷得体无完肤，最后也不知是因为家里无力支撑他读书，还是他没脸再待下去了。
某天他去办了退学手续，从此在我的生活里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我对于这个结果很满意，毕竟我祝希天生不是忍让的性格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让他卷铺盖走人。至于那群势利眼的同学，那天以后自然是不遗余力地讨好我。祝希，你正步踢得好，不如我们和教官申请让你做护旗手吧，叶家提议。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同意。我摇摇头，不用，教官自己长眼睛了，谁走得好他当然会选谁，不过最后还是我当选了。绝对不是因为我是关系户，毕竟我除了开始那2天体力跟不上，后面的训练都一直勤勤恳恳。阅兵那天，阳光普照，一片晴明。我站在队首，领着队伍一步步走过主席台，阳光炫花了我的视线，使我看不清上方的风景。不过我想，军训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，未来漫长人生里，我或许还会遇见无数个刘瑶，但到那时，我一定会以更好的姿态面对。晚安。